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我12 Pro Max 使用1个多月的心得，以及为什么我会选这一支手机，而不是其他12系列。首先呢，要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最后我会选这支手机哦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正在犹豫到底是要留12还是12 Pro Max， 但是我最后还是留了 Pro Max。那原因有几个，第一个就是它的外观，它是金色的嘛，所以非常的好看。因为我平常会拍一些教学的影片啊，那我觉得这个金色拍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。还有它的大萤幕呢，拍起来非常的清楚跟方便，因为平常可能要示范一些在萤幕上面的指令嘛，那这样子大萤幕拍起来就是比较清楚。然后因为它太美了，所以我现在都是使用边框壳，因为我想要看到它的背面。那看到它的背面，我的心情就非常好。然后上一次我去贴膜的时候，那个店员就跟我讲说，他贴了那么多只手机，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拿12 Pro Max 竟然只有用边框壳，因为它真的太美了，我舍不得把它包起来。然后我去贴膜又发生另外一件糗事，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。然后除了拍起来比较好看之外呢，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大萤幕的人，因为我大概有半天以上都是盯着萤幕在看吧，所以这个大萤幕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包含我平常时不时就是看 YouTube 影片啊，或者是我会在上面做修图啊，因为我现在所有影片的封面都是用12 Pro Max 做出来的，所以大萤幕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，但是我有个疑问，就是我平常照片进去编辑的时候，它都会突然跳出HDR 的感觉，就是你进到编辑的时候，它的最亮亮度会突然高一阶，然后颜色对比又变得更细，这样子。我还没有研究过为什么会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会选 Pro Max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这一次加入了 Censorship 防手震，真的非常的强大。因为我平常可能会想要用手机拍一些片花什么的，就会用到慢动作的录影。那慢动作录影，如果你要手持的话，其实要非常的稳定，才不会有那种画面在晃的感觉。因为我没有专业的设备让我可以防手震，就是相机防手震或者是手机防手震，然后俯拍这样子。但是这次 Pro Max 拍起来，我觉得它的画面是非常 OK 的，所以基于以上的考量呢，我最后就是选了12 Pro Max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1个多月呢，我使用起来有怎样的感觉或者是感想。但是要在这边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，就是有一些功能我可能自己没有用到，所以就不会多提。那首先呢，就是一定要讲到它的手感。它的手感真的是极差，如果你是手小的人的话，真的要慎重考虑。因为像我手已经算是非常大的，但是如果我加了这样子一个边框壳的话，我是没有办法按到最远的地方的哦。而且想想看，现在台北其实非常常下雨，你就要一只手拿着雨伞，然后一只手拿手机，然后打字都非常的困难。我常常在捷运上面就是单手打字啊，然后都觉得就是如果车晃一下的话，我可能下一秒手机就要飞出去了，所以非常的危险。你们看这个装了壳之后有多宽啊，真的。不过在这边讲它那么重又那么大一只，其实拿了1个多月也是习惯了。那这样子牺牲重量跟大小所换来的好处，就是它的萤幕比较大嘛，然后它的相机升级嘛，然后续航力。对，我们来讲一下续航力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一提。就是我觉得它的续航力没有比12好太多因为我没有使用过11 Pro Max， 所以我不知道这2台的差别。但是我自己使用下来，我是觉得说它的续航力跟它的体积是没有成正比的。我基本上是1天到1天半充1次电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玩游戏的话，这一台可能并不是 CP 值最高的手机。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提到说它的续航力其实是比11 Pro Max 还要差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拿来玩游戏，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哦。那这样子的大小跟重量的牺牲换来的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萤幕非常的大。因为像我其实大半天都是盯着萤幕看的，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手机来做我的影片封面嘛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感的升级。但是我其实有在考虑说，明年如果出 iPad Pro 的话，我应该会直接就买了，因为我觉得在手机上面，如果你要去做修图或者是影像合成的话，还是嫌太粗糙了一点。如果是用 iPad Pro 的话，我觉得细致程度应该会再更高，然后我也非常期待用 iPad Pro 做出其他的一些新的内容。然后另外还要讲到我这一次的萤幕发生了一个悲剧，就是我其实前几天才去贴膜。那这边就要奉劝大家，真的手机一拿到就要赶快去贴膜，不要像我这样子在那边拖。然后那天去贴膜啊，他就跟我讲说我的手机上面有2个非常深的刮痕。那其实我
我平常是看不太到的，因为它其实没有很大，就非常的小。也就是说，官方宣称什么这个荧幕多硬啊，多好用，真的是看看就好，因为它可能就只有防摔，但是不耐刮。而且我也是贴文那天才知道，其实手机荧幕啊，或是保护贴，它们的防摔或者是耐刮程度是没有办法并存的。因为今天如果你的材质很硬的话，它可能就变得很脆，就很容易刮出刮痕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你的材质是比较不容易刮伤的话，它可能就是很容易摔碎。所以这一次这个 iPhone 宣称它有这个超磁晶盾的最新科技，可能就是耐摔但是不耐刮这样子。然后还要跟大家讲，这次12系列不是有无线充电的这个磁圈在后面吗？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大家可以仔细考虑一下，再决定自己要不要购入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充电速度是有一点慢的，因为我现在用线充啊，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充到50%以上吧。但是用这个线圈的话，可能真的要等比较久。所以如果想要买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会建议说是摆在你的办公室或者你的书桌上面，就是你会在同一个地方待很久的话，这个东西才会比较实用。然后在拍照部分呢，我要很老实的跟大家讲，其实我是几乎没有在拍照的，所以我感受不出差异。然后也因为最近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出去玩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出游然后拍照，所以平常拍起来其实我是感受不出差异的。唯一的差别就是因为这一次感光晶片加大，所以它的对焦距离变远了。而且只有12 Pro Max 才这样子哦。如果你是买12其他系列的话，它的对焦距离都是一样的。因为我刚开始用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吓到，因为就是没有拍很远的东西，可是就是拍不到。后来才知道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7公分以上，所以如果你要常常拍一些很近的东西的话，可能就要纳入一下你的考虑了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其实平常用起来是没有差很多，但是有的时候对不到焦，就有一点，怎么会对不到这样子？那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它这次感光晶片加大了。那我觉得感光晶片加大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很显著的差异，但是像我们之前讲，如果你是很常在夜拍的话，这一次差别是很大的。尤其呢，12 Pro 系列这一次还多加了一个 Apple Pro RAW 的功能，也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相片储存成 RAW 档。那这个 RAW 档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一种相片的储存格式，它可以保留相片拍摄当下大量的资讯，让你之后要去做修图的时候非常的方便，包含它的光线啊，还有颜色都可以去做比较大幅度的调整。因为像我前几部影片有做一下测试啊，就发现说它比较容易抓到一些区域的区分。因为像我现在如果要调阴影的话，它就可以抓得出来，就是我的背景跟我的人是分开的，它就可以分开调这样。那如果是没有存成 RAW 档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整张照片一起去调你的阴影，也就是说可能我的头发就会被牺牲。然后关于 iPhone 的相机呢，有一个小故事也可以讲，就是我换了12之后，我就把11给我妈用，然后我妈就是用了11一阵子之后，就跑来跟我抱怨说，为什么她的相机拍起来那么丑？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相机还原度真的很高，就是你的脸上只要有一点小瑕疵，就是会拍得一览无遗。所以除非你本来肤质就很好，不然还是善用一下修图软体，会得到你比较想要的成果。所以那天抱怨完之后，我就赶快帮她下载修图软体，然后她就在那边涂涂抹抹的很开心这样子。嗨妈，我在这。还有最后呢，要提到就是 iPhone 12系列其实是苹果他们首次推出的5G 手机，不过非常可惜，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一个5G 的门号，那希望未来普及一点之后呢，再来测试给大家看咯。所以这样整体用下来，其实我是非常满意这一次升级到12 Pro Max 的，因为我平常工作就是会使用嘛，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也是盯着荧幕看的，所以我很满意它的大荧幕。然后续航力的部分，虽然很多人都讲说它的表现并不是很好，但是对我来说非常的够用，大概1天1天半这样，算是及格啦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在12或12 Pro 要跟12 Pro Max 比续航力的话，可能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，因为我觉得它并没有超出12那么多。还有就是身为一个肤浅的女生，看到这个金色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，真是非常好看。好，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一次我使用 iPhone 12 Pro Max 1个多月的心得，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呢？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考虑12 Pro Max， 或者是你使用了之后有一些感想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哟。最后呢，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的话，也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通知小叮当哦。或者是这样子还不够的话，你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我的账号是 AppleMe123， 大部分我都是发限动为主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